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饰演荡秋千，把杨紫和白鹿放在一起对比，差别就出来了。长相思最近的剧情基本都是搞事业的，小妖也忙着帮助哥哥，连涂山璟都来给枪玄当助力。枪玄差点被取命的时候，赤水县出手救了他，而赤水县则是涂山璟的点化下，赤水风龙派去增援的。这几集的剧情中，小妖在没有为自己考虑，还是遵循外祖母的遗言，助枪玄一臂之力，让他登上王的宝座，把一生贡献给天下，还天下和平和一个盛世。这几集剧情也是枪玄拼事业的剧情，有关小妖的剧情是有，但是让人泪流满面的画面很少。不更新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往回看，其中重新看了小妖和枪玄荡秋千的名场面，没有高兴，却是伤感。小妖变回女装后，做回了浩灵王姬，她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尊重，也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。小妖和枪玄重回年幼时一起荡秋千的凤凰花树下，小妖坐在秋千树上，枪玄给小妖摇秋千树，一下二下三下无数下，随着火红的凤凰花落下，小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。当枪玄对小妖说：“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”，看似一句再合理不过的一句话，观众的听出了五味杂陈。荡着荡着，记忆回到小时候，小妖和枪玄还是在凤凰花树下荡秋千，那时候两个人还是孤童，心里很简单，身上背负的东西也不多，他们就是单纯的两个孩子。枪玄推小妖荡秋千，不远处坐着慈祥的外祖母，还有笑容连连的母亲。那个时候，小妖是最幸福的孩子，哥哥疼，祖母疼，母亲疼，她就是掌心里的公主，人人都爱她。如今一切发生了改变，小妖流浪了很多年，吃了很多苦，她受够了被人抛弃的滋味。那些曾经爱过她的人，一个个离去，母亲离去，祖母离去，只剩下一个哥哥。不管经历了什么，不管小妖选择了什么，不管枪玄要做什么，小妖对枪玄是一种至死不渝的感情，这份感情早已经超越生死，甚至比亲情更让人心动。杨紫的这个荡秋千画面，全是小妖的情绪变化，也是杨紫的演技呈现。杨紫拿捏角色的心理特别得心应手，总是让你看到人物的心境变化，尤其是回忆闪过，莫名的眼泪就会涌出，精神层面已经伤感了。还有一个荡秋千名场面，则是由白鹿贡献的。长月烬明中，白鹿饰演了两角，一个是叶惜雾，一个是黎苏苏。当她作为叶惜雾的时候，澹台烬对叶惜雾有了好感，她也渐渐生出情思，甚至进入恋爱模式。叶惜雾带澹台烬来荡秋千，他们一起荡秋千，一起看星星。叶惜雾还给澹台烬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，他小时候的家，也就是他的故乡。他提到萤火虫，澹台烬变了很多萤火虫。一瞬间，整个湖畔、秋千周围全是飞来飞去的萤火虫，像是无数星星跌落下来，漂亮的无法用语言描述了。那时候，澹台烬和叶惜雾都笑得很灿烂，他们像极了一对恋爱中的男女，相互喜欢，都懂得为对方制造浪漫和小确幸。很多观众都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那一刻。白鹿的这个荡秋千名场面，就像是叶惜雾接受了澹台烬的全部爱意，他做好了和他谈恋爱的准备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可惜，有些宿命是无法抗衡的。再结合大结局，黎苏苏抱着女儿讲述战神的故事，他也爱过她啊，也把她放在心尖上珍藏过，这么想着也就没有了遗憾。同样是荡秋千名场面，杨紫和白鹿对比，差异是什么呢？相同点，这个荡秋千名场面都与男主角有关。杨紫的荡秋千，心境的变化，成长的痕迹，幼年和成年荡秋千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杨紫用眼神、面部表情都演绎出来了这种变化。尤其他听表哥的手上染血这句话，心底似乎已经做好了决定。为了表哥，
他会心中所有的意难平终将和解，万事也终将如意。白鹭的荡秋千就是简单的荡秋千，两个人恋爱中的男女相互爱着彼此，满心满眼都是彼此，身旁是飞舞的萤火虫，两个人都用温柔的光做了一个华美的梦。即使爱情是短暂的，也会绽放出惊艳的光芒。